你知道为什么我国要大力引进特斯拉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充电桩会被列入新基建项目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国要大力援建亚非国家吗？你知道这三者联系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一个超级大国战略——能源独立计划吗？我猜你可能知道啊，但你一定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战略可能会颠覆石油美元体系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？7月4日，印度叫嚣封锁马六甲海峡，加上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对我国的经济打压已经陷入疯狂的地步，于是能源与经济安全问题再次引起关注。当然，我们实际上担心的不是印度，而是美国。所以粉丝就问了，万一特朗普连任，会不会封锁能源通道？如果封锁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确实，这份担心并非没有道理。在传统能源上，中国缺油少气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那么能源会不会被封锁？如果被封锁，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？答案是不仅有，而且在能源战略上，我们不但要突破能源封锁，更要实现能源独立，甚至彻底替代石油。如果进程顺利，在未来我们或许可以击溃石油霸权、石油美元体系。很多人可能不信啊，熊猫你又在打鸡血了，是不是打鸡血？请往下看，看完之后你再骂我。熊猫作为材料学专业，在查询相当多的专业资料后，终于能够稍微完整的归纳相关信息，把能源策略分为能源现状、突破封锁、独立自主、未来能源计划这4个阶段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看完，因为越看到后面越精彩。国宝温馨提示：这期超级硬核高能，请耐心观看，如有错误，欢迎指正。首先，任何观点离开了实际背景都是空中阁楼，成了瞎谈妄谈。因此，能源现状，熊猫还是必须要简单交代一下。2019年全球已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2305.8亿吨，而我国仅有不到60亿吨，占比仅为 2.6%。我国每年原油产量为 1.91 亿吨，石油消费量却达到 6.6 亿吨，缺口达到 70%。在天然气方面也是非常可惜啊，中国页岩气其实储量非常丰富，但奈何天公不作美，大部分页岩气处于2000米以下的恶劣环境中，开采难度大，成本高，最终表现为经济效益差，因此并未成为今后主要能源改革方向。我国每年进口将近1万吨天然气，金额达到287.5亿美元。以往我国能源进口 80% 经马六甲海峡运入，如此依赖进口能源，而且进口能源通道又如此单一，加上马六甲海峡一直被美军控制，也难怪有些人会担心能源问题。也正是基于此啊，中国很早就开始了能源储备计划。然而，只有能源储备是远远不够的，毕竟再多的储备迟早都会用完。于是，突破能源封锁成了我国能源规划的第一步。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。我国北边是能源丰富的俄罗斯，2019年石油储量世界第6，天然气储量世界第1。西北边是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。仅仅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年产就达到1000亿立方米，超过我国2010年全年天然气总消耗量。还有更远端石油储藏最丰富的中东地区。也就是说啊，虽然我国在化石能源上储量较少，但是我国周边国家的油气资源却极为丰富。从地图上看，西边有巴铁在印度洋最为重要的港口瓜达尔港，西南是缅甸，其国内有绕开马六甲海峡咽喉之地的港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为了打通这些区域，突破封锁线，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建设“一带一路”这一宏伟规划，是国家级经济能源重要战略，是我国突破能源封锁的钥匙。这个战略搭建了4大油气战略通道，其中在西北陆地构建2条能源通道，中俄东西线、中亚 ABCD 线油气管道，每年分别可为我国提供约380亿立方米和850亿立方米天然气，完善了我国东部地区天然气供应，保障了我国部分能源安全。但即使这样，中国预计还会有 60% 的能源补给来自于中东，以及 80% 的石油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，这个潜在的危险必须解除。于是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建立中缅、中巴油气管道，尤其是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完成后，不仅避开了马六甲海峡，而且这2条油气通道进入中国还可以减少约8000公里的行程。再加上原来的海上通道，中国共构建了5条能源战略通道，结成一张贯穿南北、横跨东西，实现海陆双运的能源大网，彻底解决了以往能源被封锁的困局，再次印证了那个你封锁哪个领域，中国就能突破哪个领域的传统。也就是说啊，不管从经济效益还是从能源安全上看，必要时我国可以完全抛弃马六甲海峡，这就是“一带一路”的能源战略，这就是我国的智慧。看到这，你还担心能源被封锁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不过先别急着高兴啊，你以为“一带一路”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中国的定国安邦战略怎么可能如此短视？我们回想一下，“一带一路”提倡之初的概念是什么？是以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，是以经济为纽带，构建一张经济脉络。毕竟没有国家间的利益作为基础，合作那就是空谈，就是废纸，利益才是真正的纽带。于是经济合作才是重中之重。想想看，如果经济与能源相互融合的网络一旦建成，亚洲、非洲乃至欧洲的经济和能源会不会更加密切、更加融合？
而中国作为发起者，影响力会不会显著提高？也正是因为这个战略如此超前，从我国倡议之初，美国就多次阻挠，一方面就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，拉拢亚洲国家，希望抑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。另一方面又提出以中国能源合作策略，试图让我们打消突破能源封锁的念头。一手大棒一手甜枣的策略是玩得飞起呀。而到了特朗普上任之后，美国优先成为了主旋律，不用甜枣，只用大棒，其遏制手段变本加厉，直接用诋毁、栽赃、威逼等手段逼迫其他国家放弃参与一带一路。然而历史早已告诉我们，美国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，特朗普的变本加厉反而让我们更加认清纸老虎的虚情假意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。有了目标，在我们眼前只剩下一个问题，我们该如何将能源与经济连接在一起呢？这个法宝就是基建，你没看错啊，就是修路，修能源之路，修经济之路。要致富先修路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更是我国实实在在的成功经验。没有通道，你再好的资源也无法卖出去。至于修路后为何会致富，看看我国的村村通就知道了。尤其中国的成功，让这个经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，于是我们基建狂魔出海了。很多人会问，我们为什么要援建非洲？答案就是修建基础设施，完善资源运输通道。很多人会问，非洲没钱怎么办？我们过剩的美元外汇正好无处可用，可以借给这些国家。以往我们多余的外汇、过剩的产能，就这样伴随着强大的基建走出去了，而我们期盼已久的能源流进来了。评论告诉我，这是不是变废为宝的智慧？我们周边的经济也就这样被盘活，形成一个以外汇、基建为输出点，以能源为输入点，以经济增长为纽带的经济带。看到这里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援建非洲真的没有意义吗？最可怕的是，这个经济带还可以扩展到东亚乃至欧洲，尤其是今年新冠疫情爆发，我国快速战胜疫情，成为全球投资市场最可靠的国家，一带一路也因此更加被看好。抛开国家间的利益，只讲阴谋论，注定是不会成功的。美国的阻挠，正因为其国内矛盾以及亚非欧等国家得到实际的利益，而变得摇摇欲坠。事实上，我们欢迎美国加入进来，欢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美国。拥抱经济增长意味着承认中国地位，抵制一带一路意味着失去经济增长的机会。美国越是发起贸易战，一带一路越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欧洲各国越会积极参与，所以这是一个阳谋，是一个无法被打败的谋略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带一路已经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、新亚欧大陆桥、中亚西亚经济走廊、中巴经济走廊、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、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6个经济增长带，最终形成一张连接欧亚非以经济、能源以及基建为要素的3合1大网。而我们正处于这张大网的枢纽，是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存在。以往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如今条条大路通中国，唯独不通的就是去全球化的美国。然而你能相信吗？这么宏伟的计划，竟然还只是中国能源战略的一环吗？中国要的不只是突破能源封锁，更不是资源索取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。我国能源战略有着更宏伟的目标，那是能源独立，甚至是各国极力想要摆脱的石油霸权。上一期视频后有粉丝留言，去美元化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美元与石油挂钩。那么接下来你看好了，中国是如何抛弃石油的？上天是公平的，关了一扇门，必然会给你开启另外一扇窗。我国虽然在传统油气资源储量上比较少，但是我国清洁能源却是异常丰富，风能、太阳能、地热、水电等可开发能源都相当多。在能源独立上，清洁能源就是我国最大的倚仗。以往在清洁能源上面临如何开发、如何运送、如何储存和如何利用的4大难题。有问题我们从来不怕，一个个攻破就行。在能源开发上，我国已有长达20多年规划和探索，未来还将花费30年继续发展。以最受瞩目的光伏为例，早在1998年，我国就开始关注太阳能发电，2006年初又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，正式开始布局光伏产业。从2016年后，我国就成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。2019年底，我国光伏、风电累计装机双双突破2亿千瓦。尤其是中国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已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，仅仅风能和电能发电总量每年相当于18座三峡大坝的发电总量。而这些能源的有效开发是我国长达20多年的坚持，是国家应对能源安全的重要长远目光的一环。期间面临欧美双反、制裁、产能过剩等等困局，这边就不赘述了。而水电、风电的开发技术也都是国家长久坚持下来的成果。然而我国的风电、太阳能主要集中在西北部，水电主要集中在西南部，而中国的用电大省却在中东部，产出来的电遇到了超长距离的运输问题，从而造成气光、气风的现象。
单2016年，我国气温总量就达到了496亿千瓦，相当于每年浪费3座隔周坝的发电量。同样类似的还有气水、气光等，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：如何有效运输这些能源？而这个问题已经成功被我国解决，它就是今年发布的新基建项目之一——特高压。很多人会问啊，特高压凭什么成为今年的新基建项目？实际上，自从2004年以来，国家电网就联合各方力量研发特高压技术，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术。具有远距离、大容量、低损耗、少占地等综合优势。由于采用超高压输送，中途损耗极低。根据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，一回路正负1000级千伏特高压直流电网可以输送600万千瓦的电量，最远距离长达5000公里，损耗却只有 1.5%。截止至2019年6月，我国特高压已经建成9交10直、核准在建3交1直工程，以及5交20等正在筹备，预计将建成30多条特高压。有了这个特高压技术，电能运输就不再是问题，而我国就可以完全克服北电南送、西电东送的难题。一旦完成特高压网络搭建，我国输电量将会突飞猛进，预计2025年将会达到 3.6万亿千瓦，2030年将达到 6.3万亿千瓦。以往长达20多年的备胎终于可以彻底转正，能源独立自主的未来已经触手可及。能源独立自主后，如何高效、规模化利用就成了关键。没有市场化，能源再好也将陷入无底洞陷阱中。恰恰今年是我国新基建的元年，不管是5G 技术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，还是城际高铁、充电桩等传统基建，都需要用到大量的电力。清洁能源利用迎来最好的时代，电力就像是新基建的血液，没有电，再宏伟的规划都无法实现。而特高压就像是电能大血管，承载着高效能源运输的重大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特高压会成为新基建项目的核心之一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要大力发展特高压交直流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回到开头，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引进特斯拉？为什么要把充电桩也列入新基建项目？都是为了减少煤油的使用，在终端汽车上实现以电替油，在城际能源供应上实现以电替煤。我们不仅要实现能源独立，还要实现能源市场化，形成良性能源体系。我们的所有目标都是用清洁能源转化为电能，从而代替传统污染能源，摆脱油气限制。在未来，可能我们还需要用到石油，但绝对不是主力，只能是备胎。曾经的备胎彻底转正，而美国控制的石油霸权将成为空中楼阁，一文不值。摆脱石油霸权是不是指日可待？一旦石油霸权摆脱了，美元霸权离崩塌还远吗？看到这啊，你们觉得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机会？评论区告诉我。说到这，我们不禁要问啊，我国的能源战略目标仅仅只是如此吗？不止，远远不止。这些仅仅是我国能源战略的第2步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石油霸权不是单单依靠我国就能击败的，我们还有更远大的第3个目标——未来能源计划。想想看，我们基建可以走出去，那么我们的特高压能不能走出去？然后我们回到一带一路，基建走出去，能源走进来的策略，是不是也可以利用经济为纽带，让我们的特高压走出去？答案是完全可以。随着我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，沿线国家对于输变电的需求极为旺盛，但是清洁能源分布却相当不均衡。我国有风能、光能丰富的西部地区，西北的外蒙同样能源丰富，以及中南亚还有几个水电富集的国家。但我国周边的南亚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却是同样缺油少电。为了应对这种不平衡，2013年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在新疆召开探讨会，目的就是打造一张联系40多个的亚洲国家的超级电网，又称未来亚洲集体能源策略。这一构想当场就引起了日韩的浓厚兴趣。想法是美好的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。能源安全作为每个国家最敏感的话题，又该以何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呢？而一带一路成功构建的经济走廊、能源通道以及合作共赢的新思维，正好为这张大网提供最佳的样板。特高压就像是升级版的能源通道，所需的是技术、基建能力、大量资金，以及又能构建一张统一标准的电网。种种要求之严格，也就只有中国能满足、能实现。在东北亚，由中韩蒙古合作的戈壁荒漠超级电网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，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向亚洲超级电网的战略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。一旦这个超级电网建成，将会成为亚洲最强的能源解决方案。这是一个摒弃传统化石能源、摒弃石油霸权的最佳方案。以电替油并不是梦想，而且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。在这个方案中，不管是能源丰富的贫穷国家，还是工业发达的富裕国家，都将从中获利。在这个能源方案中，所有国家都将成为网中的一环，不分彼此，也没有哪个国家处于食物链顶端，所有国家彼此间环环相扣。而我国将成为这个方案的主要技术供应商，最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阳谋，一个无法被拒绝和无法被击败的阳谋。
而与我国大力推动的清洁能源项目相反，美国为了页岩油开发，已经退出了巴黎协议。守成的美国依旧抱着能源霸权的旧思维，不愿意面对清洁能源的新构想，更加不愿意投身中国带头的新能源互联网。我们一起想象下，假如美国拒绝参与全球能源互联网，会发生什么？是不是在全球能源上的去美国化？这个可能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说过我国的能源战略目标所图之深，所虑之广，3天3夜无法说尽。即使美国抱着守成的态度，也无法抵御我国的能源战略。既然这个方案可以在亚洲可行，那么能不能在全球实行呢？答案依旧是完全可以。2018年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，会议首次披露9横9纵的全球能源互联网骨干网架方案。这意味着我国的全球超级电网计划已经放眼全球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奔赴亚洲寻找商机，甚至开始远征美洲，并且获得巴西美丽山振幅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1期和2期项目，特里斯皮尔斯水电输电1期和2期项目等多个大型绿地输电特许项目。智利、阿根廷等国家输电项目也正在洽谈中，所以这个计划是不是已经在实行中了？我们再想想看，如果美国依旧活在过去，它会不会被时代、被其他国家所抛弃？我想拥抱未来才是美国的选择。然而美国会吗？我们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将是中国清洁能源世界，而不是美国的污染能源世界。当然，任何宏伟布局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要脚踏实地，徐徐图之。而我们只需努力做好自己，静态花开即可。更重要的是风雨同舟，我庆幸我们能在一起。我是熊猫，一位超级硬核的科普作者。如果你喜欢，记得点个关注。如果能再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将是我的万分荣幸。我们下期见。